好，我们接着到第7章青少年期。青少年期又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叫暴风骤雨期。所以这一块它有很多的第2次发展的高峰，包括它的生理又出现了，对不对？它的大脑的发展第2次高峰，身体的各种机能的发展的第2次高峰。除此之外，自我意识又到了第2个高涨时期，所以它有一些叛逆的心理又出现了啊。那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这个埃里克森认为的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什么？思考自我同一性。所以说这一块又出现了。那这块它的认知里边又分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这块很多同学学的比较懵，我给大家捋清楚。好，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社会性的发展。科尔伯格呢又在皮亚杰的基础上分了3阶段6水平，很多同学很怵这个理论，觉得内容很多，同样给大家捋清楚。OK 啊，第7章它的有一些比较麻烦的这个琐碎的点就来了，而且有它相对的重点。OK， 我们展开来看一下第2次发展的高峰期。首先，生理上又来了剧烈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它的什么身体的性的成熟上。那女孩子11到13，男孩子13到15啊，要晚2年进入。那大脑发展也是第2个加速时期，已经完全达到这个成人的各个方面的指标了。那第2性征它开始出现，标志着你的什么东西啊？整个的生理发育是完成了啊，标志着你整个的生理发育完成了。那这个里边我给大家简单的拓展了一下，啥叫第1、第2、第3，甚至有第4性征啊，你简单看一下就行了。好，这个呢一个大材料，大家可以定录看，这是2007年的一个材料分析题，它把尤其是初中孩子的这个青春期孩子的这种各种的中二的现象画成一个日记，非常形象地展现出来。这个孩子少年不识愁滋味，但是他又自己看似内心有很多惆怅的点，对吧？有很多，就比如说跟父母的抵触觉得父母还把自己当小孩子，还有很多的对自己各方面的关注，外貌学习人际对吧？在别人那里的评价呀，还有一些什么假想的观众，这种各种中二的表现。是不是？这就是少年时期、青少年时期、青春期。大家可能过了自己的青春期，转眼就不承认自己有那么中二的时候了，甚至是曾经写的一些 QQ 空间的文字或者写的信都要删除、要撕掉那时候简直太中二了。什么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感觉全世界都负你，唯有你一个人。很清醒的，很牛逼的在这个孤独的成长着。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整体的特点。还有一首歌，就是说，就是怎么唱的呢？就是那个，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这句话其实细品之下是非常尴尬的。如果你还是那个中二的少年的话，就比如说假想的观众、独特的自我的这种东西真的超级幼稚。你还是那个少年的话，那不是说有很多就是容貌的那种少年感，也有很多中二的少年感。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认知的特点这一块就很多写的，对不对？我们简单的看，你看他说的是什么东西说的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认知已经各方面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了，各要素趋于成熟，目的性显著提高，知情意协调发展，并且我们的抽象思维越来越强。这4点不就是说明你的整体说你的思维能力越来越高吗？又是废话，是不是？好，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经验性向理论性过渡到高中就完成这个过渡。啥叫经验性？啥叫理论性？经验性就是你根据自己的成长的经验总结出来这个规律大家都是这样，或者是你朋友有句话叫朋友皆世界，你周围的朋友什么样，你认为世界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有点何不食肉糜的那种感觉。经常有一些同学爱刷知乎，刷完之后他就觉得人皆年薪100万。年薪100万轻轻松松，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一种经验性，他不了解整个世界的本质的规律，对不对？人皆100万，那肖老师真的还达不到这个知乎的人均水平。那理论型是啥理论型就是你要更科学而不是说一些简单的经验，是一些道理的一些这个归纳总结变成一个科学的理论。所以说从经验到理论性过渡。那形式逻辑思维呢趋向成熟，辩证逻辑思维迅速发展，这个后面我们会专门展开说。
好，那这块就开始说了啊。我们说抽象逻辑思维是这一块的一个主要的形式。那么抽象逻辑思维呢，它其实具体来说又分为2个，一个形式逻辑，一个辩证逻辑。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书上没有，我给大家的一个解释。形式逻辑思维它强调有唯一正确的答案，你通过逻辑性的规则的推理和判断，我会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呢是唯一的。所以它是静止的、确定性的。就比如说像这种的，大家有没有考过公务员，或者做过那个智力的一些推理题？就是这样。就比如说你从上面的一行一行的规律推测出这个应该填什么，在底下去选择，这就是一个很强的推理题，它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不是？这叫做形式逻辑思维，它非常强调这个规则性。而辩证逻辑思维啊，它强调运动性和多元性。我们学政治，对吧？我们学政治知道什么叫辩证性思维啊？很多的东西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吧？小孩子才讲究对错，你越长大越知道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有些东西没有什么唯一正确的答案，你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有不同的道理出现，这个叫做辩证思维。就比如说奇葩说经常搞这种辩证思维，对吧？你在一个博物馆里，博物馆突然失火了，你是救那个名画，还是救那个猫咪？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自己决定。那不同的人会说出来不同的道理，你都会觉得很有道理，这叫辩证逻辑思维。好，那我们看一下他们怎么发展的。形式逻辑思维啊，就是静止的啊，经过推理可以得到正确答案的。在少年期，它要分成2个，少年期就是初中啊，就是初中时期，然后接着是高中时期，这是分这2个。初中的时期的它的主要的特点是什么？抽象逻辑性比较强了。用各种假设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愈加成熟，接近于成人，对吧？接近于成人，你可以各种设 x 啊，假设怎么样，然后就让它做题。那思维又有矛盾性发展，矛盾性表现在3点上：创造性和批判性日益显著，就说明你的这个思维有高级的地方，就是创造有自己的创新，而且呢是比较批判性的。就是不是说我什么东西都盲从的，有自己的思考。片面性和表面性依然明显，什么意思啊？这是盛产脑残粉的重要时候，就是他会把一个东西啊，他喜欢的东西，他只看到好的地方。他这个明星就是他的神，他家的哥哥就是他的神仙哥哥、神仙姐姐，不能有任何的人说跟他就是说他不好的。就会奋起攻之啊，这是很可怕的啊！说脑残粉多是这个时期是盛产的。好，但是你要作为学发心的，你会了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就有这种的状态，有这种的表现，他就是表现的他的思维的不成熟性。哎，所以说我从来不跟脑残粉或者键盘侠对线，没有用，对吧？你越对线，越去激发了他的这种跟你这个胡搅蛮缠的这种欲望。没有必要啊，真的没有必要，放过他们也放过自己啊。所以说不要在微博上轻易参与各种各样的直接的骂战，他不会说通过骂战你能说服谁，永远不会。好，自我中心性再度出现，啥意思啊？这个自我中心性我们说不在小学已经克服了吗？怎么又来了？咱们幼儿时期的自我中心性表现成什么？你没有能力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而在初中的时候就是你不愿意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因为你把焦点都放在了自己身上，出现了2个比较神奇的现象：假想的观众和独特的自我。哎，大家都经历过那个中二时期，或者都歪过各种的这种爽文，或者看过那种很幼稚的那种网文，都是这种思维的表现。假想的观众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舞台的 C 位，自己做啥一言一行，别人都在看着他，对不对？而且你这个人太独特了，你有主角光环，别人飙车死了，自己不可能死，是不是？自己是不朽的。哎，所以说啊，尤其是台湾的很多很尴尬的那种偶像剧啊，这是这个叫终极一班，我专门挑选出来的一个最脑残的辣眼睛的，啊，就是这种脑残剧里边，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来假想的观众和独特的自我，对不对啊？这个叫做花玲珑。这句台词不是他自己说的，不是自吹自擂的，怎么来的呢？就是有一个镜头，就是环绕四周，他整个高中的四周的所有楼上都趴着各种各样的观众，那几百个、上千个观众一起喊出来的“史上最快
最帅高中生花玲珑花少爷，好尴尬呀，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那偶像剧里边那个男女主角做的什么事情，感觉都有一堆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花痴在后面盯着看，而且那些花痴随时的发出好帅啊这种呼声，这就是纯粹的符合初中生的他的自我中心性完全满足你自己的 YY 的臆想。好，那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会稍微成熟一点了，对吧？它是形式逻辑思维发展的最完善的时期最完善的时期。这个时候，尤其是到了高二，已经彻底的完成了从经验型到理论型的转化，已经比较成熟了。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辩证逻辑思维。我们说辩证就跟形式逻辑思维不是特别一样了，我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我会更加多元的看待这个世界。重要的转折点在初三，就是初三前呢，他的水平比较低，而且发展特别的，也是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这个进展。那到了初三的突然觉醒了，快速发展，对吧？快速发展。然后在高中的时候，虽然辩证逻辑思维它快速发展了，但是形式逻辑思维由于前面发展的优势呢，还是要压它一头，还是在它的上边。那直到什么时候？直到青年晚期25到3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辩证逻辑思维才超越了形式逻辑思维，成为成人的一个主要的思维形式。好，那接着往下看青少年自我的发展这一块呢，他书上又讲了这4个方面：自我认识和自我概念，对吧？这个是自我概念和自我评价，这是自我的认识。概念和评价是自我认识，他又专门讲了自我意识的整体的特点和自我中心性再度出现。好，自我意识这个时候出现了第2次飞跃期，大家还记得第1次吗？我们那块学的，在1岁半左右，我们通过了红点试验，有了自我意识。那个时候进入人类的第1次反抗期。那么到了青春期呢，你的自我意识再度高涨，来到了第2个反抗期。我们后面会说，这个时候表现为内心世界非常丰富，整天进行内部的各种 YY。主观偏执啥意思啊？老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但同时还认为别人为难自己，老为难自己。这就是主观偏执。除此之外，特别关注自己。我给大家补3个知识点，就是你会把自己像放在显微镜下，研究自己方方面面，研究自己的外貌，磨镜，我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人？那非常关注自己的学业能力，非常关注自己的人格特征和情绪状态，对吧？之前就是很大条的，到了青春期，自己的各个方面都要放在显微镜下放大，本来没有的事儿就放大出来事儿了。好，那自我概念我们后面会有自我同一性在这一块专门进行讲解。自我评价简单的看一下就是大部分的孩子还是比较适当的，但是呢，一般比较容易自视甚高。人不轻狂枉少年嘛，对不对？谁是史上最帅高中生？是我自己，是不是？相对甚高。好，那自我中心性前面说了，假想观众，独特的自我，非常中二。那这一块达到高峰，在12到15岁的时候主要是初中的时候达到高峰，然后逐渐下降。所以你再说我还是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很尴尬的，是不是？你还那么中二呢，还那么幼稚呢？好，那再接着往下看自我同一性，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来了。埃里克森那个时候就说，在青少年期自我同一性是一个主要的任务，你要形成稳定的自我同一性。但是书上又没有给一个自我同一性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所以我给你补上，是关于自我的一贯认识，由个人稳定的目标、价值观、信仰组成，就是知道我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一个清楚的定位，对吧？知道我喜欢什么、擅长什么、追求什么，那么给自己的未来定下一个清楚的、明确的目标。好，那这个时候埃里克森，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你有没有达到这种水平？那埃里克森认为呢咱们在青少年期还处在什么阶段呢？这个延缓偿付期。就是这个时候呢，你还没有真正的独立虽然建立了自我同一性，但是呢，你还可以合法延缓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别说青少年期了，你现在还合法的延缓偿付呢，你有没有为自己负责任，对吧？有没有为社会负责任？完全没有，对不对？后面还会说，到了这个成年早期，你还在延缓偿付，我看你能延缓到什么时候？就是啃老，是不是？
好，那马西亚马西亚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这个大家要注意啊，曾经考过几次选择题目，就是他通过2个维度对自我同一性分了4个类型。你会发现我们经常爱用2个维度分4种类型，对不对？马西亚也是哪2个维度？一个投入，就是我对未来的承诺，我要走哪条路。那危机，对吧？你现在有没有自我同一性的危机？有危机就是我还不太了解自己，我还不知道未来要干嘛。你这个时候要去干嘛？要去探索，要去折腾，要看看什么东西适合自己，是不是？当你经过一系列的危机，你觉得特别的迷茫，特别的难受，不知道自己要干啥。你经过大1、大2的各种的折腾之后，发现自己不适合当前的专业。我就适合心理学，我就想学心理学，跨专业过来，定下了考研的目标。那么恭喜你，自我同一性获得了。我用你来举例子啊，不用高中生，因为可能高中离你们稍微远一点。虽然埃里克森认为，在高中的时候，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经历同一性危机，但是并不是在这个青少年期它就能解决了，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甚至你考上研究生之后，还要进行自我同一性危机，它是贯穿很长时间的。甚至你到了成年期你也不一定真的就认识自己，还会继续探索。所以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会一直在探索。OK， 这个时候你获得了很好，你这个时候就心无旁骛的投入就可以了。那这一块呢是什么意思？这个象限就是你这个时候有危机感了，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总感觉跟当前的专业还不适合，但是我还没有折腾出来我自己的路呢。那我能不能给我一点点时间，我接着再去探索呢？同一性延迟。对吧？同一性延迟，那这个时候就比如说你大1、大2的状态，还不知道未来在干嘛，还要继续的去折腾，去认识自己。好，那这一块两无产品是啥？同一性弥散了，混乱了，这个也叫做混乱。就是为什么弥散混乱了？就是真的就是过去懵懵懂懂，现在浑浑噩噩，未来迷迷茫茫。我不了解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未来要干嘛，是不是？那就这样得过且过呗，就像一个咸鱼一样。他倒是没有感觉到什么样的危机，是不是？就是他要有危机，他就躺不下了他这个时候就是躺着。好，那这个象限咱们都比不过，就是人家不用自己进行折腾，人家已经有了未来的发展目标了就比如说家里有矿型的，思聪国外留学回来，直接继承家族企业，同一性早闭。你如果想早闭的话不是自闭，你如果想早闭，你问问你有没有条件早闭，你家里有没有矿，有没有家族企业回去让你继承像不像这个晋江网文上写的这个少爷回来继承了家族企业？没有的话，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经历危机感的探索吧，是不是这个早闭它不一定是好事，就是你提前没有自我探索，你接受了就是长辈给你的直接的规划。那有可能在后期会经历一个很强烈的同一感的问题。好，所以说变成文字就是这么多，大家自己看文字就行。主要通过那个2个维度、4个象限，你用自己的话可以说出来，每个状态的特点是什么。到了这个社会性的发展这一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的3阶段这个三那个水平6阶段这一块，很多同学学得很痛苦。来，我给大家捋一下，每个阶段有它明显的特点是什么，并且我们要联系皮亚杰老皮的3个阶段，给他们相互对应。首先，大家自己看，非常经典的一个道德这个困境，道德两难故事，就是作为海因兹，或者有的地方叫海因茨都可以你翻译成什么都可以。那这个海因兹他到底要不要偷药？你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那要不要偷药，并不能说直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发展水平，而是为什么，你怎么样解释的才能够区分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先分成3个水平：前习俗、习俗、后习俗。啥叫习俗前习俗我这个时候还不 care 习俗，习俗就是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认为的一个什么，一个风俗，一个习惯。那在前习俗水平4到10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儿童他还不太 care 这个大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他是显得比较个体化一些。4到10岁，你从这个年龄为线索，我问你，他联系的是这个皮亚杰的哪个时候？是哪里他律，对不对？他律是5到10岁。
哎，5到10岁，虽然它叫前习俗，但是它已经有了道德，它不等于前道德啊，它有了道德，只是对习俗还没有这个概念。那这个他律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水平的儿童呢，他处在外在控制时期，所以是他律。这个外在控制，他要服从权威人士的道德规范，遵守他获得奖赏，以逃避惩罚，是不是？这是前习俗的一个整体的特点。遵守权威人士的规范。OK， 那又分为2个水平，最低的是避免惩罚，后面还有一些别称，大家自己看。我们记一个最简单的就行了，何必为难自己呢？是不是？这是避免惩罚。儿童专注于行为的后果，遵从他人的规则，以避免惩罚，获得奖赏。哎呀，非常单纯，这个孩子，你如果说你的行为，他也不知道这个行为好不好，坏不坏，做完了之后，哎，爹妈要揍他了。这个时候才知道啊，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是不是？就是用后果来判断。比如说为什么不能偷药呢？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偷药，因为警察会把他抓走的，对吧？抓走他就不是个好人，这就是避免惩罚的相对功利阶段。咋就相对功利了？这时候孩子有自己的一个小99小算盘，他开始基于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给予的回报来考虑我要不要服从你，对不对？然后主要是什么行为是好的，满足一个人的需求的，这就是好的。他怎么评价？就是那你看，那我要不要救妻子？我倒要是看看妻子平常对我好不好。他对我好的话，我当然得救他了。如果他对我不好的话啊，那他去死吧，是吧？赶紧去死吧，是不是？这就是一个相对功利阶段。这个时候，他对一些朋友，比如说维护，他其实没有原则性的。你只要是我的朋友，你平常对我好，我就会无条件的对你好。这就是相对功利阶段，他还没有什么原则。好，这是潜移习俗，它跟习俗没啥关系，就是自己自己不要受惩罚，自己要得好处。好，那再接着往下看，到了习俗，开始考虑这个社会了，开始考虑大部分的其他人了。10到13岁，这个时候我们说10岁之后，皮亚杰都认为是自律。那这个10到13岁是啥呀？你仔细一看，他确实比较自觉的用权威的标准来约束自己了。这个标准其实还是来自于什么人？权威，还是来自于他人。但是为什么已经到自律阶段了？就是这个他人不用专门的去监督你了，你会自觉的以一个好孩子要求自己，一个好公民约束自己，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低级水平的自律，用他人的标准自己的律，这是低级水平的自律。好，那我又分为2个阶段，对吧？他这个习俗可以当做一个什么？别人跟别人的人际，以及呢这个社会的整体秩序。好，那这个人际里边，它叫寻求认可，也叫做好孩子。我特别喜欢记这个好孩子，对应下个阶段的好公民。什么是好孩子啊？别人嘴里的好孩子，所以他会希望取悦别人，帮助别人，然后是会根据行动者的动机特点以及当前的情景评估行为，是不是？他主要就是想让别人夸他。小孩子其实是很需要别人的肯定的，对吧？很需要别人的鼓励的。所以有一些小孩子呢，就是为了让得到别人一句好孩子的夸奖，他会做很多主动讨好你的事情，是不是啊？就是为什么不能偷药呢？是因为他会给家人带来麻烦的。为什么要偷药呢？是因为他得做一个好丈夫，得肩负起好丈夫的这个角色，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出发点，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孩子啊？那如果说很多人的那个就是小的时候很缺乏父母的肯定或者老师的肯定的话，他会比较停留在这个时候，就他也不管我的道德原则怎么样，但是我一定得让别人认可我，就是有点讨好性人格，是不是啊？有点讨好性人格，自己会过得很累，自己的价值得在别人的嘴里得到肯定，自己才能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好，接着往下，好公民，好公民维护什么？权威。这个权威是一个大的权威，这个权威叫做社会体系、良心、自己的责任，是不是啊？这个权威主要是要维护社会秩序，服从社会规范，遵守法律权威，对吧？以法治观念判断是非。法律规定了，对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你偷了东西就是触犯法律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偷药，它其实是一件不合法，会打破整体的社会规范的事情，所以尽量不要去做它。
这就是什么？顺从权威，一定是认为法律不可更改，我们都要去遵守它。那么接着往下，后习俗，13岁以后，后习俗这个习俗变的是什么？超越了习俗，超越了这个大家公认的一些东西，我必须要有符合我自己的良心。那这个时候我管你千万阻挡，我就怕我自己投降，是不是？这样后习俗更加的超脱，这要更高水平的内化，内化的东西完全是自己的内心的价值、良心和原则。所以说这个时候卡尔伯格很严格，他认为这个时候儿童才有真正的道德的概念，完全内化。而且它可以从冲突中进行调节。好，第5个阶段叫做法治观念，也叫做社会契约，这个比较好记哈。社会契约阶段，他认为法律是什么？是一种社会契约。什么叫契约呀？就大家商定好的，可以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如果有一天这个法律不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它不合理的话，我们就要去改变它，是不是？这个观点会相比于前面一个这个维护权威的这个阶段变得更加的辩证。前面一个阶段认为法律不能更改，我必须遵守。这个阶段呢，如果他认为呢，你这个偷药是为了救一个人的性命的话，即便是法律判你的刑了，那也是比较值得的，是吧？那如果说错了，那就是当前的法律错了。大家有没有想起《我不是药王》，对不对？那个徐峥演的，最后这个法律就真的更改了，对不对啊？法律就真的更改了。好，最后一个最超脱的阶段，价值观念阶段，也叫做个人良心，开始出现良心了。它依据什么形式？内在标准，行为受到自我良心的约束。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我问心无愧足矣啊！我不要别人说什么，我自己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一个最超脱的状态，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非常辩证的观点，对吧？我违反法律受到惩罚，但是为了救一个人是值得的。那反过来，为什么不能偷药啊？就是你偷了药的话，你为了救自己的妻子的性命，看起来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同样，世界上就有另外一个人，比如说他也需要这份药，他可以通过公平公正的方法取得的，但是他的权益就被你剥夺了。从这样去看的话，这对别人是不公平的，不符合普世的公平的价值观。你看，非常的辩证啊，非常辩证。OK， 这一块我们整体的理解了一下，我们又用这个表格，你也可以把它换成一个框架，大家一定要自己来做一遍。3个水平：名称、年龄跨度，6个阶段名称，你就找一个你最好记的，比如说好孩子、好公民，对不对？它的主要的特点我已经给大家最简化了，找到它最明显的特点，尤其是这2个阶段。好公民，它是以法治观念判断是非，而法治观念阶段呢，它是认为它只是社会契约，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好啊，那接着看反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这块呢，没有特别多的点，简单看一下。13、14岁是他的犯罪的最高峰，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他的叛逆心理很强，很容易，尤其是父母啊或者老师的权威性在他身上，在他这个心目中很低的话，很容易就是不受管控，又比较容易冲动，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产生一些犯罪性事件。那这个理论解释道起，他就是说，那我是因为信息加工出了问题，对于一些社会线索呢，对一些社会线索的解释出现了偏差，敌意性偏差了。中性线索这个青少年老是把它解释成对自己有威胁的，所以就表现出来高攻击性。帕特森的高压家庭环境就是比如说一些暴力家庭啊，一些这个比较专制的家庭，那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一定会非常的叛逆。好，情绪的发展的一般特点，这一块也都是大白话。自我意识情绪就是对自己的情绪的觉察，对他人情绪的觉察，情绪的理解呢，对吧？对别人情绪的一种洞察，情绪表达和情绪的调控啊，能不能正常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以及调节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这3点，就我们可以分成4个方面，1、2、3、4。大家和普心的哪个知识点可以联系起来？这其实就是 EQ 情商，对不对？和我们普心里边学的情商的4个方面，对情绪的觉察、对情绪的理解、表达和控制，这就是 EQ 的4个方面。青少年的 EQ 变得越来越成熟起来啊，但是
同时还要经历矛盾性，所以后面一定会跟个但是，要不然他这个时期就不会说有那么多的动荡了。矛盾性表现在什么？暴风骤雨啊，情绪比较不稳定啊，怎么表现出来半成熟半幼稚的两面性呢？有的时候你看起来他就像个小大人一样很成熟了，但有的时候又非常的幼稚很冲动，那表现出来强烈狂暴与温和细腻共存啊，这个情绪暴风骤雨啊，就是这一块儿，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马景涛式的咆哮，对不对啊？高兴的时候啊和失落的时候大起大落，但有的时候啊又看起来像一个小绅士一样，他跟小孩子不一样了，对吧？他跟你的共情对情绪的理解又更深刻了，所以这两个同时共存，可变性和固执性共存啊，什么意思？可变性就比如说哪天女神突然不理你了啊，你回去哎呀哭啊闹啊，觉得完了这个自我价值受到贬损了。那哪天女神又给了你啊一个好的眼神啊，这个时候你又幸福的膨胀啊飘了，对吧？啊，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最帅，这种可变性就比较大，对不对？那固执性是什么？一旦陷入了一些消极的情绪里边，就很容易走不出来。大人很快的调节出来，他就很容易陷进去啊，长时间的。不知道为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对吧？我们青少年多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内向和表现性共存，啥意思啊？在公众面前特别安静啊，特别安静，就是感觉很高冷。结果在好朋友面前呢，就像一个傻憨憨一样，各种放飞自我，就是内向和表现共存，两面性。好，那再接着往下，常见的情绪的困扰，烦恼突然增多了，是不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他会烦恼在3个方面，他会非常关注公众的表现，因为假想的自我嘛，他觉得他每天都活给一堆的人看，所以公众的表现他很敏感。父母的关系这一块有很多的叛逆啊、抵触啊，对不对？火花四溅。同伴的地位非常关注同伴对自己的评价和认可。孤独这一块有一个点啊，曾经还专门考过一个选择题，问心理断乳期是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荷林沃斯，好直，对不对？他把青春期称为心理断乳期，生理断乳期在婴幼儿期已经有了，是不是？你不再吃母乳了，但是心理断乳期要到青少年，这个时候你慢慢的才能独立起来，精神上也不依赖于父母了。其实我就是一个比较依赖于我妈的人，那么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我每天如果说我见不到我妈，心里就空落落的啊，有那种很强的依恋感。到了大学才开始被迫的独立起来啊，被迫的独立起来。好，那压抑啊、焦虑、抑郁、自卑啊，这个我们从字面就大概能够理解啊，能够理解这种状态。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真的你做那个不同年龄的咨询的时候，青少年期它是有很多的这种的内心的动荡和冲突的。好，那么最后留了一个反抗心理，对吧？反抗心理这好像我记得是西南大学的一个材料。我们经常会，因为你学心理的可能邻居或者你的朋友说，哎呀，这个谁家的孩子到了青春反抗期了，你看分析一下是为什么，怎么应对，是不是？我们学心理不能白学啊，我们也得像模像样的说出来。那反抗心理为什么到青春期就怼天怼地怼空气了，看谁都不顺眼了呢？是不是啊？就是他要对一切外在的力量予以排斥的意识和行为的倾向，就是你说什么我都不听你的，哪怕父母跟你说的对哈，你为了反抗而反抗，我也不能听你的，是不是？原因是什么？自我意识突然高涨，这是到了第2个反抗期啊，也和自我意识的第2个飞跃期是相重叠的。自我意识唯我独尊啊，对不对啊？唯我独尊，所以就容不得别人。中枢神经系统再度过强，我们说幼儿期兴奋性很强，是不是？小学期稍微平静了，到了青少年期又兴奋性强了，兴奋性强就会让你作妖。独立意识就是我要精神断乳，我要独立，我要成为一个大人啊！你要尊重我的独立性。那表现在就是这个反抗嘛，2个反抗期。那么它2个反抗期是有区别的，在第1个反抗期，它要反抗什么？身体方面的，我要自主、独立的穿衣、吃饭、拉屎、尿尿，对不对啊？身体的反抗。哎，我家小朋友啊，就是1岁半的时候，第1个反抗期就比较明显，什么都要加一个不
他就觉得非常好玩啊。就比如我教给他白日依山尽，他要怎么学？不依山尽啊，黄河入海流，不入海流。他仿佛加了个这个不之后，他就非常的霸气啊。然后第二个反抗期在青春期，这个时候是要争取心理上的反抗，心理上的独立啊。这个时候你不能再把我当成一个小孩了。尤其这句话就跟他说，你这个小孩懂什么东西啊？你得听我的，对吧？我说的是对的，我是为你好的。这种话千万不要跟青少年期的孩子说。你哪怕说的再对，你用这种语句为开头的话，后面绝对都是无效沟通，对吧？因为你已经否定了他的什么自我意识了。好，自我意识出现的情况，什么样的情况最容易出现反抗？独立意识受到阻碍，自主性受到忽视，个性受到延伸受到阻碍，成人强迫青少年接受某种观点，对吧？如果你这个父母还不进一步的跟孩子成长，到了青少年期还跟管小屁孩一样，绝对有很强烈的冲突。你说的再对，他也不会听你的，对不对？就像刚才说的，你不说你这个小屁孩懂什么，对吧？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你当然得听我的。这句话完了，直接把自己给反杀了，是不是啊？完了。好，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有的人是强反抗，很强，哎，你怼我，我硬怼你啊，我跟你吵，我跟你闹。有的人是软反抗，我不理你啊，把你当空气，你叨，我就不听。还有一些是反抗的迁移呀，就比如说我对踢猫效应，我对一些比我弱的东西啊施加我的这种暴力行为。好，这是反抗心理的原因、表现，还有它的这个可能会出现的条件。那说你怎么样避免呢？那当然，你出现这种条件了，你反过来你要尊重他的独立意识，对吧？要尊重他的自主性，要让他有个性伸展的机会啊，不要去强迫他去接受某些东西，你反过来不就行了嘛？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青少年的它的整体的发展的特点啊。同样也是这样，你觉得这一块的重点，就比如说科尔伯格的，画出来它的框架，哎，以及马西亚的4种类型，画出来框架，然后交作业啊，每一章你都自觉的。有的同学说我要整一章都画，我也不拦着你，对不对？当然你要重点比较明确，对非重点的话你可以一带而过，对重点的话尽可能的展开。